闻佛音，见佛法，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行善积德的人总会有善报，作恶多端的人最终也是自食其果。近年来，世道人心愈趋愈下，争地争城，互相残杀，人祸激烈，天灾又临，水旱虫疫同时详作。佛教文化认为，灾祸皆由大家宿世现生种种恶业之所感召。1993年，前苏联核潜艇舰队产生的900吨核废料被悄悄倒入日本海。日本听闻消息后怒不可遏，让人家在自己家门前倒垃圾，还是有毒垃圾，换谁都不能忍。但谁能料到，2023年了，日本竟然自打嘴巴，还打得理直气壮。就在8月24日12点整，在万千阻拦声中，日本一意孤行将核污水倾入了太平洋，总共134万吨核污染水，仅24日当天就排放了200吨到210吨，排海时间至少要持续30年，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排放134万吨，这可是天文数字。从现场画面可见，原本蔚蓝的大海瞬间被浑浊的核污水吞噬，海面顿成2种颜色。央视总台记者实地采访，经过现场民用设备的测量，排放前该区域的瞬时核辐射测量值从0慢慢变为 0.3， 在排放时瞬时辐射值增至 0.7， 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那些令人惶恐的猜测，触目惊心的核辐射危害，会不会在人类身上一一应验？事已至此，覆水难收，未来事情会如何演变，谁都不能预测。但是核污水排海才20小时，中国百姓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自从日本官宣要将核废水排入海后，国内互联网上一直有2种声音。反对者认为日本这是祸害人类，全球环境危矣，而支持者则声称国际原子能机构都给批准了，准保没事。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核污水不等于核废水，核废水不会接触到放射性物质，但是核污水是直接接触反应堆放射性物质的水，里面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2011年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淹没了福岛第1核电厂区，这次事故产生了大量的核污染水。当时东京电力公司就将低放射性污水直接排入海中，但是这些所谓低放射性污水的放射性依然超过法定标准的100倍。那现在排入海中的有当时留存下来的高放射性污水，岂不是更危险？这时日本又有话说了，他们称这些核污染水已经处理过，现在是处理水，都安全到可以喝了。这话你敢信吗？今年6月，太平洋岛国专家建议日本在基建时使用混凝土的过程中消耗核污水，日本还以核污水或导致放射性物质氚蒸发，对人体有害为理由，驳回了这一提议。怎么到排入海时又说安全了呢？换句话说，既然日本高层领导主张核污水处理后很安全，那干嘛不自己喝了呢？还真不是没人喝。2011年，日本官员原田康博为了证明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对人体无害，当着记者的面颤抖着手，将半杯处理后的核污水一饮而尽。但4年之后，他就宣布隐退，此后再没公开露面。至于他的身体情况，我们也无从得知。如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日本核污水入海对我们的影响。据清华大学团队模拟，大约240天后核污染水就会到达东海。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北太平洋洋流图，核污染水会先抵达加拿大海域，扩散至美国西海岸海域，最后经北赤道暖流抵达台湾海域，并进一步扩散至东海海域。经过一圈洋流之后，与我国接触的水域核放射量会降低很多。至于大家关心的海鲜能不能正常食用问题，日本海鲜还是不吃得好。目前海关总署已经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如果是正规购买的海鲜大可放心吃，因为有过2011年的抢盐风波。
所以这次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国内出现抢盐潮。果不其然，有部分地区市场发生了食盐抢购现象。实际上，中国生产的盐主要是井盐，产量完全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再说盐的保质期只有3年，多囤根本吃不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核辐射检测仪的销量暴涨，多家商家表示已经爆单，客服都回不过来了。其实真没必要花这个钱，因为核辐射检测仪对操作方法要求很高，普通民众没有专业知识，根本看不出差别。如果担心日产洗护、美妆产品受到污染，最好还是拿去实验室做精确的检测。那针对此次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这件事，佛教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佛教文化讲因果，你种下善因即感应善果，你种下恶因即感应恶果。依此理论，我们会遇到灾祸、病痛等业障，是往昔无量劫前所造的恶业所导致。过去所种的恶因成熟，必然会感的恶果。华严经中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有一本书叫做《报应》，是收集了许多科学家的研究数据写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伤害了大自然，最终的恶果还要我们自己尝。总有一种倾向，好像科学越发达、越进步的国家，对大自然越自信，越觉得人与天可以斗一斗。而事实上，这些国家对地球的破坏要更严重。人们总会疑虑，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岁，坏人总能比好人活得更顺利，被害者永远在受罪。这是为什么？梦参老和尚说，讲这话的人太短视了，佛教讲要看很多事的。很多人曾经问我这个问题，说世界很不平等，他们想不通，环境随时变化的嘛，报应时候未到而已。是的，我们相信那些置他国于不顾的国家，总是损人利己。现在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道义上的批判，那么未来总会承受恶果。佛教文化志认为，天灾人祸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自我，熏习所染，众生共业。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有时显得如此之贪婪，总无休止的索取，大自然的环境不堪重负，这样各种灾祸能不此起彼伏吗？人类应该学会如法生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才是人类防范种种灾害的根本法门。然而，人类必然要面对种种天灾人祸，许多高僧大德们为此都做过开示。比如印光长老认为，当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之时，若不以改恶修善，常念观音圣号以为是护，则欲得安乐难之难矣。法华经称，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嗔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离嗔、离痴。愿见闻者同常念焉。人类应该放弃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而行善积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累福报资粮，消除业障。梦参老和尚学佛不是迷信的，是劝化人心向善。我们活着不光为了自己，反过来还要照顾别人，忘掉自己。人人都这样想，这个世界就平静了。阿含经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如此，人类真的要自省了。作为佛弟子，看到核污水排海的新闻，无疑是震惊与愤怒的。10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已经形成，自然界牵一发而动全身。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灾害纷至沓来，高温、暴风雪、洪涝、旱灾、虫灾以及伴随而来的病毒传播、环保问题已是迫在眉睫。而他们全然不顾全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如早些时候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就日本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答记者问说到的，日本政府强行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全人类长远福祉之上，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作为佛弟子，我们应当有正确的环境保护观。这一行径让小编想起了《太上感应篇》里的一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造下的业，即使历经千百世也不会消亡。
不管是现在还是多少年以前种下的恶果，都一定要还回来的。长此以往下去的话，终将自是恶果。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希望大家动动手指，转发也是一种行善。一个善良故事，每看见一次就是种善因的开始，每一次转发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